欢吃笑话。哦，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。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？潇不潇洒？快不快乐？去享受它。爱因斯坦说，人类因梦想而伟大。我们不一定马上就能达到这个目标，但是我们可以先设计一个叫新的软件，把你理想中的世界输入这个软件里。你理想中的世界里有什么呢？你心爱的人，你爱的小狗，和你喜欢吃的果树，还有你喜爱的花。你可以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天堂。晶晶啊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？当然愿意啦。可是，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记忆，记得你是谁了，你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？ Good. I like this idea very much. I like it too. 而且这一定会给我们的程序设计师带来新的刺激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点子的？是那个卖饭的女孩子吗？我吃你的马。我将你。Hello， 我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啊。我是晶晶姐姐，你一定是 Zoe 对不对？哎，你知道吗？郑慧日也叫 Zoe 啊，她是阿姐，所以呢，你就是小阿姐。郑慧日你不认识啊？他是谁？她是大明星啊！你是从外地来的，难怪你不认识她。我二姐已经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在玩什么？我在玩象棋。一个人怎么玩？左手跟右手玩咯。那有什么好玩的？你跟我到房间里去，我有玩具让你玩。来，来。这床上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动啊！你看这些伯伯，就是这个姐姐的宝贝啊，她不让人家动的。我拿我的玩具给你玩好不好？这里头啊，都是我小时候玩的玩具。我大姐本来要我丢掉的，可是我偷偷藏起来了。我在想，以后可以拿给我女儿玩嘛，不要浪费。你看，还新新的，这个就是芭比咯。还有很多很多啊，你要玩什么就拿去玩咯。姐姐，我可以玩那个吗？我一直很想送你一样礼物，可是我也没钱。但是我真的很想送你一样礼物，表示我对你的心意，所以我把它绣好了送给你，希望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有它陪伴着你。来，试试看。怎么了？你对我真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眼睛酸酸的，很想流泪。想流泪就流啊！我怕你吓我。好，我不看你。
姐叫我看着Zoe，看到人都不见了。Zoe，姐姐，我在这里。Zoe，怎么了？车子不见了。对不起啊，晶晶姐姐，我不是故意把车子弄不见的。不要急，我们按这里，车子就会倒退回来了。晶晶姐姐，车子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再试试看。晶晶姐姐，我没有听见车子的声音，车子一定是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四处找找。来，晶晶姐姐，什么事？玲玲阿姨有没有告诉你我会变成瞎子？不会，你怎么会变成瞎子呢？你不要乱说。是真的，妈咪说我会变成瞎子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像刚才一样，车子跑远一点我就看不见了。你只是近视而已嘛，戴上眼镜就看得见了。不是，医生说我不是近视，而是叫视力衰退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那我怎么走路呢？妈咪说我可以用拐杖，那就用拐杖像老伯伯。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用狗带路，但是我怕狗，因为被狗咬过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有一辆这样子的车子就好了，但是也不可以呀。这车子才带我走了一下子，自己就不见了，它怎么能带我走路呢？如果那个大哥哥在的话，他一定有办法帮你做一辆能够帮你走路的车。那个大哥哥是谁呀？他很聪明的，什么都懂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不会回来了。晶晶姐姐，我听到车子的声音了。看到没有？回来了！看到了。回来了！晶晶，晶晶，怎么了？你这样看着我，好像是想对我说 “hello”。你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对呀，我就是想问你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见我，所以我就出现了。胡说啊！我才不想见你。我们不是约好了吗？当你想见我的时候，你就会让这部车子出来找我。才不是，那是因为Zoe要玩，我就带她出来玩呢。晶晶姐姐，他是谁呀？他是不是那个你说很聪明、什么都懂的大哥哥啊？你不是说他不会回来吗？哎呀，Zoe啊，你到那边去玩，不要跑太远哦。哦。你走吧。晶晶，等一等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你看，我把它修好了。小姐，这个鞋子呢丢掉了，这便宜的鞋子，我很贵耶。好可惜啊，我只穿了1个星期而已。我帮你修吧。你都不会修。我已经学会了。我以为很容易修，可是我修来修去还是修不好。不过最后，我还是做到了。
这种鞋子哪里都买得到，坏就坏咯，谁还要穿呢？丢掉吧。晶晶，你为什么突然间对我那么冷淡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没有，那一定是你大姐给你压力了。不关大姐的事。那一定是我突然间变得面目可憎了。什么真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是不是变得很丑、很难看、很惹人讨厌？你又不是怪物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不理我？难道你爱上了别人？是啊，我是爱上了别人。谁？不是那个卖鸡饭的吧？像他那样粗俗的人，怎么配得上你呢？卖鸡饭的就很粗俗吗？我卖椰浆饭，大姐也卖椰浆饭，那我们都很粗俗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卖饭的配卖饭的，不就是很合适了？哦，那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因为我连一个卖饭的都不如，我只不过是个非法移民。我哪有？你那么聪明，那么厉害，恢复记忆之后，一定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，赚很多的钱，能够跟一个很有本事的女孩子在一起，就好像三姐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一直以为我跟你三姐在一起，那你等着看吧，你三姐很快就不要我了。林燕，莫妮卡在盯着你了。Hello, DD Bank, Good morning。讲华语啊？没问题。我是客户服务部的助理经理莫燕燕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什么事吗？没错啊，我们银行刚推出一个称为 Investment Win 的投资户口，除了利息保证之外呢，还有投资红利。你只需要在你的户口里面存入至少5万块。你只有5000啊？那对不起啊，拜拜。5000块钱投资个屁！莫燕燕，你怎么可以对客户这么没礼貌？客户是不可以得罪的。他只有5000块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必须学会尊重每一个客户。莫妮卡，你太不了解公司政策了。我们每年要给这些穷客户拖累，还要帮他们付出好几万元来维持他们户口。公司恨不得把他们都赶走啊！你还说什么要尊重他们啊？你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，5000块就说拜拜咯。等我拿出5000万来投资，我看啊，你都没有资格来招呼我。5000万，你等着吧。莫妮卡，过来，跟你介绍一下。苏婷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他是我们 Chairman Office 的助理副总裁。林小姐你好，欢迎加入我们公司。他怎么有本事做那么高的职位啊？这些都是我们的。嗨，思婷，你们认识的？第一天上班啊？是啊。不如待会儿我请你吃午餐。不用了。我们继续参观其他部门。好。摆什么臭架子嘛？小小的助理副总裁有什么了不起？等我跟于洪志结婚，吓都吓死你了。Sammy， 这个是我做的分析报告。我认为我们可以每股3毛3的价格导致收购 DID 国际。你要我在午餐时间看这份东西？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话，那下午开市我们就会有所行动了。你只要把我需要的资料给你的直属上司，不需要告诉我怎么做。我只是。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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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去吃午餐呐？嗯。刚才你都看到了。
这个女人啊，真是难伺候。我只不过想给她一些建议，没想到。没办法，做属下的嘛，总是要得忍受。习惯就好啊。不过这一项子很多时候都是要靠我们的。哎，其实我正想找你呢。什么事啊？你玩股票？哦，我没时间了。要不要我介绍些股票给你？怎么包赚钱啊？你忘了，我可是投资部的，手头上有许多情报。要不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慢慢再聊。对不起啊，我约了人，下次吧。那好吧，改天吧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等我当了于洪志太太，还在乎那些小股票的钱吗？燕燕，小心！怎么不在里面等我啊？外面那么热，你看你满头大汗的。里面有很多保安人员，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燕燕，真对不起，你在工作，我却来找你。可是我一个人待在酒店里，我真的很闷的。没关系的，我了解。不如今天下午我来陪你啊。啊？那你的工作怎么办？我随时都可以走开的。哦，对哦，你对我说过，你有很多属下帮你办事的。对啊，不如我们先去吃饭，然后看一场电影。燕燕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那以后你也要对我好哦。我会的。你想试试？信用卡全被我刷爆了，看来我不能再去大吃大喝了。哦，对了，对面有个石冈，那里的云吞面很好吃的，我们就到那里去吧啊。石阁啊，不要了，石阁的人很多，又闷又热，我还是喜欢去高级一点的地方吃比较好。没问题，我们就到高级一点的地方吃饭。走吧。这样子下去不破产才怪啊！得想个办法快刀斩乱麻。哎，你要讲什么？哦，我在想哪一间餐厅会比较高级一点。哦。哇哦，今天的5件套餐看来不错，不如我们就叫5件套餐好吗？我喜欢吃一些特别的。特别啊？有什么特别的介绍吗？先生，想不想试试我们的龙虾，或者特别从日本空运过来的牛肉，还有法国鹅肝？好，就来一份龙虾吧。啊，你可真会享受啊！等一下结账我就惨了。你要不要也来份龙虾？不了。One set lunch for me, please. 哇，你时常来这种地方吃饭，那你的薪水一定很高了。还好啊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像你这样有本事的女孩子，谁能娶到你，那就好了。那你肯不肯娶我？我有可能成为这个幸运儿吗？你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怎么样的，你还故意说这种话，你以后再这样子呢，我就不理你了哦。OK， 对不起。我先去洗手间。Hello， 喂，柔柔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东海岸啊。那还好。哎，你带800块下来新达城。什么800块钱？我身上哪里来这么多钱啊？小姐啊，这世界上有一种机器会吐钱的，我不用告诉你，那机器叫 Cash Online 吧？那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废话，当然有急用啦。那45分钟之内你不出现，连姐妹都没得做啊！拜。吝啬鬼。以后啊，不要说800块啊
都可以给你的。瑞珍，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你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林思婷。嗨，你好。上一次我们在美国见面到现在都快1年了，是吗？后来我看到报纸说你失踪了，原来你跑来新加坡。那只是一场误会。你也知道，我很喜欢踏着脚车到处去，而且世界有些地方是连 email 也没有办法接到的。本来就是嘛，现代人只有你3天不回复人家的 email， 人家会把你当失踪。Steven， 我再约你吃饭吧。OK， 再见。再见。小心啊！刚才那个人认识你的，我看你们好像谈得很好啊。我也不清楚，他一看见我就叫我 Richard， 还跟我握手。还笑着问我你是真失踪还是假失踪，搞得我莫名其妙。我正要跟他说我不认识你，他还说我真幽默，我只好说改天再一起吃饭吧。是吗？可能他真的认识你，你的原名就叫 Richard。是吗？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。我看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你想想看，或许对你恢复记忆有所帮助。Richard， 你尝试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个名字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Richard， 怎么样？还是没有印象。那其他方面呢？什么其他方面？比如说电脑啊，你对电脑蛮内行的，有没有这方面的联想啊？哎呀，你快点想起来呀，要不然我真的要破产了。你是不是想到了？啊？我嗅到了龙虾的味道了，我的龙虾来了。喂，钱带来了没有啊？带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么急着要钱做什么？喂，你真啰嗦啊！跟你借点钱啊，又那么麻烦，又不是不还你。你是不是跟小新在一起？别管我的事了。你跟我借钱，就是带他来这么高级的餐厅？你不要管我的闲事行不行啊？三姐，我真的很不了解你哎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横刀夺爱呢？小新明明是跟四姐在一起的。你少在我面前四姐前四姐后的好不好？把她说的好像很委屈似的。如果小新真的那么爱晶晶啊，我哪有那么容易横刀夺爱啊？他现在连提都没有提到晶晶这2个字啊！我看了，他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少跟我啰嗦了，把钱拿过来。不要抢，我拿给你。哎呀，喂！等等，有什么事啊？他假如是这种人的话，你就更不应该跟他在一起啊！你懂什么？我现在是在投资啊，这些花出去的钱呢是有回收的，将来可以得回1000倍、10000倍，你懂不懂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不吃啊？谢谢。把四姐给忘了，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。来，放在这里。阿姨，我来帮你洗吧。不用啦，你去看电视吧。不可以的，阿姨，我在你家里住，在你家里睡，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做的嘛。阿姨，我真的可以，我不会把你的碗打破了，你看。让他洗吧，人家会教孩子，把孩子教得那么乖哦，不要宠坏孩子啦。不像我们这里一些父母啊，把孩子捧到像珍珠宝贝一样。不要说洗碗碟啊，连倒一杯水都不会自己来啊。
应该叫这些父母跟他妈妈多学习。对了，你那间 YY 茶店生意怎么样啊？哦，还不错啊。不错的话，为什么不叫你老公去帮忙？整天在家里啊，只会吃饱饭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做。你看，人家小孩子都知道，在我们家又吃又睡的，都知道应该要洗碗呢。他呢，连小孩子都不如。有啦，他有去帮我，可是那间店那么小，有我跟肯弟在就可以了。而且他又帮不上忙，我就叫他不用去喽。什么叫做帮不上忙？我就不相信抹地啊、洗杯子都帮不上忙。你呀，人家是宠小孩，你是宠你老公啊！你应该多跟他妈妈学习怎么教孩子，好让你去教你的老公啊。哎，晶晶，在做什么？洗衣服。是你在洗衣服，还是洗衣机在洗衣服啊？你这样对着洗衣机，衣服就会洗得比较快呗。我等洗衣机洗好了，就可以把衣服拿出来晒嘛。大姐，你干什么？做梦？怕我吃了你啊？我只是奇怪，你为什么不到厅里坐？你也要看洗衣机洗衣服啊？我才没有你那么空闲呢。我正经事要跟你说。哦。你每天在家里忙着做家务，那七早八早要跟着我到店里去帮忙，我知道你是很辛苦的。不会啦，我都习惯了。你从15岁就开始跟着我到店里帮忙，到现在应该是有8、9年了吧？大姐，你要加我薪水啊？做梦，我每个月给你的薪水不够用哈。不是啦，我只是以为你要加我薪水嘛。大姐是想跟你说，我虽然很喜欢你帮我，但是你总不能够这样一辈子跟着我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厕所。你很急咩？那赶快去啊！我在厕所外面跟你说。不要啦，会很臭的。很臭就跟我坐下来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逃啊！哎呀，姐，什么事啊？二姐，你快救我！大姐又要叫我嫁人了。嫁人有什么不好？对了，我想嫁都没人要。我知道你要我嫁给谁。那我这次是跟你说认真的哈，也是最后一次问你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嫁给阿明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你还嫌人家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年龄虽然是比你大了一点，头发也少了一点，但是他这个人很老实啊，最重要他是很疼你，还有八姑又对你那么好，这样的人家你不要，你偏偏就喜欢去倒贴男人，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啊你？大姐，不要打我了。姐啊，这种事不能逼的。我哪里有逼他？你还说没有？你打我打得很痛。你痛我就不痛吗？你哪里会痛？都没有人打你。我是心痛啊，心痛啊！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傻傻的。小时候我就常常告诉你，不要跟那些陌生男人讲话，不要拿他们的东西。但是人家一说是你安哥，认识你爸爸妈妈，人家要摸你，要抱你，要疼你，你就真的给人家抱，给人家摸。你发育那几年更糟。你长得比人家高，比人家大，最担心的是谁？是我啊！以为你大了会好一点，怎么知道你还是傻傻的这样过日子？好像那次啊，巴上那么多人的地方，人家叫你拿2粒鱼翅瓜放在前面，你就真的放在前面给人家看。人家说你那2粒很大，你以为人家真的说那鱼翅瓜大吗？你为什么这样蠢？还搞到我要去追人，要去打人呢？有一次更糟，你突然间打电话来工厂跟我说你有了，吓到我半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害到我差一点连自己的手指都切断了。我那时候2个月没有来了，
电视剧每次说2个月没有来，就是有了。有你的头了有，害到我要带你去看医生，医生还骂我是怎么当姐姐的，为什么没有教你？15岁了，连女人怎么样才会生孩子也不知道，你自己说了，我有没有教过你？我教你几百次了，你就是不会听。要不是我看着你，都不知道被男人骗了多少次了。大姐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的。谁要你做牛做马啊？整天只会学电视剧里的人乱说话。你以为我很想骂你吗？你以为我这样骂你，这样打你，我不心痛吗？我是越心痛，我越想打你啊，打你啊！大姐，你不要心痛了，你打就打了，我不痛，你打了，你打，大姐你打。如果有一天呢，我突然间就这样倒了，怎么办？谁来整天跟你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？你二姐她有自己的家庭了，你三姐呢，她只会自己顾自己。柔柔，如果家人不可能带你在身边的，养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她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怎么去照顾你？你老是以为我想逼你是吗？我是担心你的将来，万一我不在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姐，你不要哭了啦，你不要伤心，我嫁就是了，我嫁给阿明哥就是了，你不要哭。四姐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明天你还要早起呢。我睡不着。你是不是不想嫁给阿明？如果你不想嫁给他，你明天去跟大姐说。你怕大姐生气啊？那我帮你说。不要。你真的要嫁给他？四姐，你不要那么傻了。我知道你根本都不爱他啊。可是我爱的人每次都在骗我，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我都分不清了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爱过我。柔柔啊，我刚才在这里想了很久，从小到大我真的带给大姐很多麻烦。我不会读书，没有本事，又老是给人占便宜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成功的，就好像去电视台演戏一样。我有多么的高兴，可是我连一句很简单的对白都讲得不好，害得大家都跟我一起浪费时间。还有小新，我还以为他对我是真心的，谁知道可能我的命注定就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嫁给谁都没有关系。反正，我也不懂得怎么说。四姐，我没事了，你先去睡。不要，我不累，我陪你。柔柔啊，以后如果我有了孩子，你要帮我教他们，我不要他们像我一样笨。四姐，你听我说，你不笨，你一点都不笨，你只是太善良了，善良到有时候太容易给人家欺负。四姐，哇，什么事情姐妹情深啊？啊，还哭呢？哭什么啊？三姐，四姐要嫁给阿明。好啊，嫁给鸡王好啊，天天有鸡吃啊，怎么那么伤心呢？你明知道他并不喜欢阿明的，不喜欢人家，为什么要嫁给他啊？是谁逼你的？是大姐啊！天哪，你为什么那么笨啊？难道大姐叫你跳楼你就跳楼吗？做人要有主见一点，不要让人牵着你的鼻子走，知道吗？三姐，你不可以说四姐笨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她要嫁给阿明。我应该知道，关我什么屁事啊？要不是你把小新抢走了，算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去睡觉。四姐，你不可以老是让着他。哇，难得看到我们的女状元还会发脾气。我为你一向不吃人间烟火，抱着书本什么都不理，原来还会打抱不平的。难道不是你破坏他跟小新之间的感情吗？感情？你懂什么是感情吗？感情是有来有往，两情相悦的。如果他真的爱晶晶的话，谁也抢不走他啊。今天下午你也亲眼看见了，他在餐厅里头跟我卿卿我我，享用丰富的午餐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去看戏、晒月亮，他根本就没有提到晶晶啊。我想他已经把晶晶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这怪得了我吗？要怪就怪晶晶自己表错情，把友情当作是爱情了。像小新那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爱上一个……我很累了，我先去睡，不想跟两个白痴说话。你把钱还给我！你说什么？如果你跟他感情是真的，你何必请他吃请他喝呢？你把钱还给我！你的意思是我用钱来买他的心？那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我用我的身体来诱惑他，因为你亲眼看见我们在床上？是。柔柔婶姐，不要说这种。对，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。以后你们会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物超所值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想象不到的好处。但是现在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几百块钱，行不行啊，吝啬鬼！你不要乱骂人。我爱骂你又怎么样？吝啬鬼，我要讲其他植物人白痴！你敢动我？你没大没小啊你！柔柔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什么事啊？柔柔，怎么啦？啊？放心好了，他死不了。叶叶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他死不了的。喂，做梦一个两个啊，几点了？不要睡觉，这边吵什么？你问柔柔好了，我一进门就跟我大小声，还动手打我。柔柔打你，还是你打人？是他先推我的。柔柔，什么事？到底什么事？他太过分了，还抢了四姐男朋友，还到处乱骂人。什么男朋友了？你三姐已经跟他分手了，不要再跟我提起个男人。大姐，他骗人的，我今天你有完没完了你？你静静，继续说。说啊，快说！他没钱付债，打电话
话叫我帮他还钱，我看见他跟小……够啦，大姐不要听他的，他想陷害我啊！柔柔她会陷害你，你真的越变越不像话了，连我都敢骗，连妹妹都敢打，明明是你先放我，还让人家先点火，是谁放火啊？你一出来不问青红皂白，你就乱骂人，你偏心也不是骗到这样子吧？是啊，我偏心啊！你不问问为什么我会那么偏心？你平时这个三姐是怎么当的？你怎么对待这些弟弟妹妹的？他们一个个都比你懂事啊！姐啊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乱骂人啊！不要整天摆着跟大姐凑架子。你又不是我妈，即使你是我妈，你要尊重我。尊重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尊重是吗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你啊？书又读得比别人久，钱又花得比别人多。你在家里不是吃饭就是睡觉，连内衣内裤都要晶晶帮你洗啊！你出去做工之后，什么时候拿过一分钱回来？在外面又跟男人乱搞，被我抓到，你还会骗我说跟人家已经分手了。尊重？你这样做，你值得我尊重你吗？我打你一巴掌，看你还敢不敢这样说？你要打是吗？打！你以为我像鸡鸡那么笨啊？给你打，给你骂。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我打你！是我不好，够了，让讲笑话了，出去好了。好啊，全家人联合来欺负我，没关系 ，I don't care, it's okay， 我不在乎的。你不在乎是吗？好啊，我也不在乎啊，反正我要尽的责任都已经尽了。你不在乎，你随时跟我滚。好，你要我走是吗？我明天就走。不要明天走，现在立刻马上走。大姐，你呀，我也要骂你。平时在家里你是最乖、最懂事的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人家去吵架打架？一个两个，真是给你们气死了！柔柔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姐妹来的，有什么事要心平气和的谈，不要好像仇人一样，知道吗？二姐，三姐是不是真的要走？不会的，她只是说气话，睡了一觉，明天就没事了。很晚了，你们回去睡吧，明天要早起。姐，你不要再气了，回房间睡吧。我现怎么睡得着？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我想坐一坐。